我身后的这座宅院比故宫还要大将近2倍，它里面可有1000多个房间，每天让你住一间，3年你都住不完。这就是山西赫赫有名的王家大院，被称为山西的紫禁城。你肯定没来过吧？今天阿波呢就来到了山西，带您走进王家大院，看看这里面到底有哪些让世界都为之震撼的宝贝。走吧。这哪里是民宅，这简直就是皇宫啊！你看他们家围墙比故宫的围墙还要高啊，就像一座城堡一样。你看，这足足有20-30米高，太壮观了。整个王家大院最中心的位置，从空中俯瞰，它是一条龙的形状。那边城墙的大门呢是龙头，后面最高的位置叫龙尾。我现在所站的这里呢就是龙身，左右两边刚好是龙爪，地上铺的鹅卵石就是龙鳞。而且你会发现这条龙呢是俯身向下的，寓意王家的晚辈呀会一辈比一辈越来越好，所以它的尾巴是越来越高。来到王家大院，最值得一看的就是他们家的3雕：石雕、砖雕和木雕。看看这个照壁是不是特别的大？这照壁上雕的是什么呢？雕的是5只蝙蝠，蝙蝠代表福，中间这个是寿字。这个照壁啊叫五福捧寿。这个房间就是整个王家所有房间当中雕刻最精美的其中之一，带你们进去看一看。他们家的台阶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层代表66大顺。看他们家这个狮子，狮子呢在古代放在门口呢是镇宅的。这个狮子呢脚下踩着一只小狮子是雌的，就像我们现在的很多女人相夫教子，在家带孩子是一样，所以她跟孩子在玩耍呢。那么这只狮子呢，它是雄狮。雄狮呢，脚踏绣球，球又代表乾坤，所以叫脚踏乾坤，手握大权之意。你看他们家门槛，这个门槛啊，看起来很高是吧？但是呢，在王家所有的宅院当中，它应该算是等级比较高的一个房间。门槛比较高，还有个作用呢，门槛高啊，代表他们家啊门槛高比较难进。在古代呢，他们家门槛高还有一种作用，就是在山西呢风沙比较大，所以他们家这个门槛也有挡风沙的作用。来，带你们往里头走走。这块石头是这个房间的一个宝贝，您离远看什么图案都看不到，但是您近来看的话，这个叫鱼子石，因为石头的表面有很多的小孔，就像鱼子一样，非常的精致。而实际上雕的呢是江南水乡的一幅场景。这里呢叫做福田，一块一块方方正正，相当于他们家的良田万顷，福田满满。有了钱之后，一定要多做善事，乐善好施，广种福田之意。所以他们家对后人的教育啊是把控的非常严格的。这个就是他们家的主厅，这个院落的名字呢叫做乐善堂，乐善好施，广种福田，告诉我们人有了钱之后啊，一定要多行善事。在他们家门口呢有一口缸，这口缸你可不能乱叫，这叫门海，开门见大海，财源滚滚来的意思。这个缸呢里面加满了水。在山西啊，看谁家有钱，不是看你家房子建多少，而是人家缸够不够大，够不够多。缸是用来装粮食的，粮食越装的越多，代表你家越有钱。那么这个缸呢，在5行当中，它也是能够跟火相克的，所以里面的水能够克火，能够更好的保护民宅的安全。这里就是主人居住的地方了。一般等级够高的，前面呢会有个前厅。如果等级过低，您进来之后，里面直接就是他们家卧室。你会发现啊，到他们家前厅的台阶，它是3面都可以上下，代表路路通。而上来之后呢，最引人入胜的就是这块门槛石。这块门槛石，我可告诉你叫价值连城，所以它铺在了什么主人正厅的门口，上面雕了一只鹿，鹿谐音就是鹿，还有很多的荷花。荷花呢，寓意着连科，叫一路连科，寓意王家人呢后人能够什么代代出官，代代出人才的意思。那么主人到底住在哪呢？带你去看看王家主人居住的地方。走，带你去看看他们家的卧室到底长什么样。我相信你一定没见过这样的卧室啊！整个王家大院它有个全景图，来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是王家大院的全景图。这个位置呢，有一点，这是一横，这是一横，这是一横，这是一竖。整体来看，它是一个主人的主。然后呢，如果去掉这一点，
它就是一个大大的王字，所以整个家族都姓王，这里叫王家大院。那么如果呢，把一点加在这个位置，它就成了一个域。如果加上周边的城墙，它就是一个国家的国。没有国哪有家呀？这也是王家的家国情怀。那我们现在在哪呢？我们现在是在这个院子里头，在这个院子里头的第一个房间就是这里。王家后人有做了4品官、5品官，而这个房子的主人以前呢就是个5品官。后院啊，就是他们曾经居住的地方。他们居住的地方，您万万想不到，竟然是个窑洞。来，带您瞧一瞧。窑洞呢，我当时去延安的时候啊，我也有住过，冬暖夏凉，特别的舒服啊。这个就是王家人的卧室，我们来看一看。来，这里面就是一个窑洞的装修风格。这里是他们家床，也叫炕啊。冬天的时候，山西还是比较冷的，所以你看火盆呀，就放在这个床头。那他们家后人住哪呢？后人的话，比如说儿子啊，他会住在这里的1楼；女儿呢，一般情况下会住在2楼。在中国古代有一种风俗，就是女孩子13岁就得上什么绣楼，上了绣楼之后，16岁左右就开始出嫁了。所以这边的楼梯上去之后，刚好呢是13个楼梯走到女孩子的闺房当中。13岁上了楼，就要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就不能再下来了，除非你嫁人的时候才能出来。那他们家还有一宝呢，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叫住处石。曾经有个人开着一台大汽车来跟他们家换，都没换走。那么这个住处石它非常的贵重，它有几层？1、2、3、4、5、6层。最下面雕刻的是祥云，这一层还有雕什么？雕一条游龙，这边还雕了如意。所以这个住处石啊，在他们家来说，每边一个，是整个宅院当中所有住处石里面最值钱、雕刻最精美的一个。他们家如果后人结婚，一般呢都是在这个房间里头，所以这个呢也被称之为婚房。你看里面的装饰啊，是不是很喜庆啊？这也是个窑洞的格局。那这里呢，来跟大家看一看啊，有个雕刻，雕刻里面呢是一朵莲花，荷花也叫莲花，放在瓶子里面，一朵莲花代表呢一路清廉，就是为官要清正清廉之意。那么王家的创始人呢叫王石，以前是个卖豆腐的，大家去看一看他如何从一个卖豆腐的起家，能够建这么大一个宅子，震惊世界的。站在这块石头上往下看，能够看到整个院落的风景。按照中国古典建筑的格局呢，这个叫四水归堂，四面墙是一个四合院，天上的雨水下来之后呢，中间形成了一个天井，叫四水归堂的一个天井。他们家的下水道设计的也非常的合理，是一个元宝的形状，水往下流，但是呢流水不流财之意。古话说得好，天下王姓是一家，这位呢就是王姓的始祖，叫王子乔。不管你是哪里王，始祖都在山西。王家的屋顶上呢都有很多的烟囱，而且烟囱呢上面还加了一个小房顶，特别的精致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山西冬天比较冷，为了防止寒风倒灌，所以在这个烟囱上面呢都加了一个屋顶。那么还有一个作用，就是西北方向呢风沙比较大，所以那个烟囱加个顶也是防止风沙进入到房屋之中。边上有斜坡的这个院子叫做围院。围院为什么呢？就为主人居住的地方。所以围院里面住的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的说叫保安，来看家护院的一些人住在围院里头。所以围院呢也是非常重要的，保护整个王家大院安全的一个地方。这位呢就是王家的始祖王石，他当时就是卖豆腐的，后来在元代的时候，举家从太原迁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灵石县，创下了一番基业。王家出了很多的人才，那这位呢叫做王千寿，曾经呢协助康熙皇帝平反，他手里的龙头拐杖看到没有，就是皇帝御赐的，也代表王家的一个等级，受了朝廷的封赏。所以王家能够经历8代3朝经久不衰，是有一定原因的。从这个楼梯上去就他们家主堂了，楼梯的扶手上都有很多精美的雕刻，2、4、6是狮子，1、3、5各有不同。这个雕的是一个猴子捧着一个寿桃，代表长寿之意，而它的身后呢是一个马蜂窝，
代表马上封侯。那么第3个，一个小孩怀里抱着一条大鲤鱼，代表年年有余。再往上，第5个是一个金瓜，也就是南瓜，寓意财富的象征。来到王家大院，一定要到我身后的敬业堂来看一看。敬业就是希望王家子孙能够为国效力，孝顺长辈。所以门口呢有一幅非常精致的雕刻，中间呢是一朵凤凰，叫凤系牡丹。这边呢还有瓶子，叫4季平安或者一路平安。边上有一条龙，还有马，龙马精神，马到成功之意。雕刻里面呢，你还会看到什么？这边有鹿，有梅花，梅花代表什么？岁寒山有之意，它代表这种傲骨的精神。鹿呢，就相当于路路通，一路平安，高官厚禄之意。带你们到院子里面来看一看，院子里面雕刻更加的精致。这一幅雕刻上写了一个字叫日，看到没有？那这幅叫什么呢？叫海马流云，上面一个日。这一幅叫做吴牛喘月，上面有个月，加在一块儿，刚好呢就是日月同辉，代表吉兆的意思。而周边呢，这里刻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24孝子图。比如说这一幅乳姑奉亲，乳姑把她的乳汁呢给自己的母亲喝，因为母亲老了之后呢牙齿脱了不能吃饭，她用母汁来奉养自己的母亲，所以被称为孝子图。那么这个孝子图刻在这里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教育王家人要懂得尊老爱幼，要懂得感恩回报自己的父母。王家大院里面这么多雕刻，我最欣赏的就是这2幅。这是一只鹤，鹤代表长寿之意。那这边呢，很多就看不出来了吧？你仔细看，像不像乌龟的背？一只大乌龟。俗话说得好，1000年的鹤，万年的龟。那么这2幅雕刻呢，就代表长寿，希望家里的老人能够健康长寿之意。